其实我觉得这次的开价超级杀算起来应该是可以用比 iPhone SE 更便宜的价格买到近乎 iPhone 13 Pro 的水准表现。那我这边直接算给你听哈。终于我会使用这一款 S22 一段时间了，那今天我就来分享一下我使用过后的心得。那今天这部影片会包含了续航力，还有大家很爱的相机盲测，然后还有游戏表现和购买建议。那时间有限，我们就赶快开始我们的影片吧。那首先我们就先从续航力开始，因为大家对于这种小的手机最害怕的点应该就是续航力。那我其实必须说，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一次它的电池会从4000毫安时降低到3700毫安时，不知道是为了手感还是为了重量，反正它就是下降。不过在我使用这段期间，以我都开启120赫兹的情况下，我平均的每日萤幕使用时间大约坐落在2个半小时到3个半小时左右，就是我觉得是很勉强才可以撑得完一天的那如果你在那一天中间是有拍照或玩游戏，基本上就是很难撑完那一天的。所以说你的中午或者是下午就一定还是要充一下电。以它的充电速度表现来讲的话，我觉得表现得蛮好的。它10分钟可以从0充到 20%，30 分钟可以充到 57%， 那大约在70分钟左右会充满。我觉得这个充电速度来讲是还蛮不错的，就算有弥补到它电池容量比较小这个问题。然后接着我们就来到了相机盲测的部分。那这次我准备了8张照片，我们对打的选手会有 iPhone 13 Pro， 那还有大哥 S22 Ultra。那不知道这台小手机能不能以下犯上？那大家可以准备纸笔来跟着我们一起测试一下，看一下你喜欢的相机是哪一款。好，那我们就开始吧。那第一张的照片的话，是一张泰式料理，先来一张食物照。那这3张来讲的话，我会觉得最左边的有点太亮，那我会是中间和最右边的再选。那如果放大来看的话，我会觉得应该是最右吧，最右的感觉是比较好。不过我必须说，中间和最右的风格真的是蛮像的。OK， 好，这一张最右是 S22， 哇，很不错一开始就先拿到了1分，非常的好。好，下一张来讲的话，这张是夜晚的夜拍照，然后是在一个关门的菜市场里面捕捉了一个巷子的样子。那这3张来讲的话，我觉得其实表现都还蛮像，不过我想要它的色调的感觉，就是白平衡再稍微冷冽一点。我应该会选的是最右的吧，最右的感觉给我的立体感和它整个感觉都还不错，选最右的。哇 ，S22 Ultra S22 Ultra 1分，好。下一张的话，这张是超广角，然后是在公园的夜拍。那我们这种夜拍照的话，可以看到说，其实3台都还是有一点那个耀光的情况产生。那我想要看一下它对于这个细节的表现的话是如何。那我们直接放大来看这3张来讲的话，可以看到最左边这张其实是有点糊掉，那中间这张是还蛮好的，那最右的也是有一点糊掉。那我这边选中间的，好，中间的是 S22 Ultra， 好 ，S22 Ultra 2分。那这边必须说一下，就是其实你看 S22 这个耀光，其实如果你角度抓得准的话，其实是蛮漂亮。就是即使很多人觉得耀光是一个缺点，但是你如果抓得好的话，其实是还蛮 OK 的。好，下一张来讲的话是一个极度的夜拍照，这里基本上也是伸手不见五指，完全没有打灯的状况下，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说，其实现代科技是真的蛮猛，每张照片看起来都像是黄昏傍晚拍的一样。那我这边的话，其实直接来看的话，会觉得最左边那张的颜色还原是我比较喜欢的。然后我们稍微放大来看的话，这边可以看到说它的细节表现也还不错。那中间这张虽然说有一点点糊掉感觉，但也还可以接受。那最右的话是比较清晰的。那我这边的话，因为色调还原的感觉，我还是喜欢最左的。那我这边选最左的。好，最左的 iPhone 13 Pro，iPhone 13 Pro 1分。好，现在比分是 iPhone 1分，然后 S22 Ultra 2分 ，S22 1分。哇，蛮紧张的。好，下一张来讲的话是一个日常的照片。那这张的话就可以看到说，其实外面的光线是蛮美的。那如果直接来看的话，我个人是最喜欢中间的色调，就是有点暖色的感觉。那我这边选中间的 S22 2分。哇，太惊人了！现在是 iPhone 1分 ，S22 Ultra 2分 ，S22 2分，哇，竟然跟大哥平行了。好，下一张来讲的话也是一个晴天的照片，然后是主镜头的表现。那这边的话，我个人直接看我整体的感觉来讲的话，会觉得中间的颜色比较没有这么的鲜明，然后最左的感觉是我最喜欢的，因为整个色调和整个的照片街拍的感觉是还蛮不错。那我这边选的是最左的。
S22 Ultra，OK， 好，下一张呢是一个冰品的照片。那这边很明显可以看到最左边那张的颜色没有到这么的鲜浓。根据我的感觉和整个对背景虚化的效果上来讲，我应该会选中间的吧。其实我觉得中间最右边的很接近了，不过我就盲选一个吧。中间的，哇 ，S22 Ultra。哇，现在是 S22 Ultra 4分 ，iPhone 1分 ，S22 2分。好，然后接着就来到我们的最后一张。最后一张的话是一个唐吉诃德里面的一个摆设。那这边的话，我如果来看它左上角噪点的部分的话，就可以明显看出来说，其实最右的表现是还蛮好，它整个的噪点的感觉是蛮低的，然后最左边是比较差的状况下。这边的话，这张我就直接选最右这一张。哇，现在是 iPhone 13 Pro， 太惊了！而且我还蛮惊讶 S22 Ultra 这边的噪点竟然还比 S22 多诶，是因为它涂抹的那个程度并没有到这么大吗？还是怎样？反正 anyway 我测出来是这样。好，那这就是这次的盲测。那这次盲测的结果上来讲的话 ，iPhone 是拿到了2分 ，S22 Ultra 是拿到了4分，然后 S22 是拿到了2分。哇，其实蛮惊人的，竟然跟 iPhone 13 Pro 平行了，真的是蛮吓到我。好，那这就是这次的相机盲测。我个人觉得，其实整体来讲，拍照的体验上来讲，我觉得这台手机的照相体验是还蛮不错。它基本上跟 S22 Ultra 比的话，就是少了10倍的长焦嘛，然后它近拍微距的部分是没办法拍摄以外，基本上它的成像水准都是很高的，也是很接近 S22 Ultra， 是旗舰的水平。那你看这边盲测是跟 iPhone 13 Pro 打成了平手了，那你自己也可以留言一下，跟我分享一下你测到的结果是怎样。然后我个人讲一下我对于它的期望，虽然说可能听起来会有点困难，不过我自己是蛮期待说下一次小台的手机有了这3颗镜头，也可以用到跟 Ultra 一样的硬体，这样我觉得消费者在对于手机的选择上就会比较简单一点。然后接着我想聊一下这个手感，我必须说这台手机的手感真的是太好了，很久没有拿到这种尺寸大小的手机了，我觉得握起来的感觉非常的精实，好像自己都变瘦了一样。那设计的部分的话，我觉得也是很有旗舰的感觉啊，就是很有质感，然后玻璃背盖的差异还是蛮大的，质感上基本上就是旗舰等级的，不用太担心。这次并没有因为小只的就让你的质感有缩水。那我必须再说一次，这个镜头的切割的部分真的是很对我的胃。去年的时候，我其实觉得这种设计必须要像 Ultra 一样很多颗镜头才会好看，但其实今年我在这样用下来的时候，我发现其实这样3颗镜头的感觉 ，S22 这种感觉其实也是蛮美的。那颜色部分的话，老样子就是非常造成大家的困扰，就是为什么每个颜色都要做得这么好看？完全就是选择障碍。那我自己上手过粉色、白色和绿色，我都蛮爱的。那我自己要来选的话，我个人其实最喜欢颜色应该是很像玫瑰金的那个粉色。我会觉得这是一个男生女生都会非常喜欢的颜色。不过这边我也给一点点这我个人的小建议，就是粉色这个名字其实应该直接取可能叫金色会比较好，就是这样感觉销量可能会比较好，因为你叫粉色，大家其实以男生的角度上来讲，内心就有一点点的小抗拒。好，然后接着就来聊聊这块萤幕，这块 6.1 寸的 OLED 平面萤幕。那首先我必须说，这款萤幕它并不是 LTPO 的萤幕，它更新率只能从48赫兹到120赫兹而已。那我觉得这还不是最伤的，最硬伤的部分，我觉得是它只有支援到 1080p 而已。所以如果你刚好是从一个比较好的萤幕的手机换过来的那时候，会感觉到差异。像我那时候刚刚从 S22 Ultra 换过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它这个图标的 icon 就上面的解析度并没有到这么细致，你是可以明显感觉出差异。不过这一切的一切，在时间的抹平之下，其实都还是可以习惯，这就是人类最大的优点，适应力很强。在这几天使用下来，其实除了刚开始有一点点不适应以外，我觉得过了一阵子之后马上就适应了。那我自己是觉得对于你整体的使用影响并没有到很大，就是整体的萤幕表现，我觉得还是非常的好，就是不论是发射还是整个观看影片的感觉。那不过虽然是这样讲，但我自己对于三星的期许还是蛮高，特别是这一款是旗舰款，又是三星的旗舰款，虽然说是比较小只的手机，那我个人还是希望说可以下一代放一个 2K 的解析度，这样其实大家对于选取手机的选择困难度就会下降非常的多。好，然后接着我们来聊一下这个游戏体验的部分，毕竟它使用的晶片跟 S22 Ultra 一样，就是使用了同一款的高通的8 Gen 1。那我觉得我当然也不能退让太多嘛，毕竟它还是使用了旗舰款的晶片。那我一样是游玩了全画质的原神30分钟。
那 FPS 的部分的话，就比 S22 Ultra 再更差了一点，平均的帧数是停留在35上下。那游玩的体验基本上我觉得跟 S22 Ultra 是差不多啦，就是稍微再更卡一点点。那温度的表现的话，其实也还可以，就是比 S22 Ultra 也再高一点点，停留在大概42到43度左右。我觉得三星这一次算是蛮努力的在控制温度。那不过比起这个，我更觉得游玩体验的部分有点比较不好，就是手感不太好这件事情。因为它手机虽然说小很好握，但是这也代表你萤幕比较小，你在触控范围就会变得很拥挤，视野也会比较小。那讲到这，我自己又会有点难过，因为我毕竟曾经也是小手机的爱好者，但现在我难道已经是大手机的形状了吗？已经被大萤幕宠坏了吗？就小小难过了一下。好，然后接着我们来聊一下震动马达的部分，因为它换了新的震动马达，那整体的震动方式，我个人会觉得变得非常的优雅。其实我个人来讲，一开始还蛮习惯，至少你这次放在桌上的时候，并不会被超大的震动共鸣声吓到自己。但是在我错过了几通通知过后，我就觉得这个震动的强度真的是有点偏弱，我会希望之后有更强的选项可以去选择。接着就是关于售价的部分。那如果你有参加到预购活动的话，其实我觉得这次的开价超级杀算起来应该是可以用比 iPhone SE 更便宜的价格买到近乎 iPhone 13 Pro 的水准表现。那我这边直接算给你听哈。那首先这一台 S22 256GB 的开价是在新台币26,900元。那如果你都有参加到智慧馆的预购活动的话，首先预购礼送的 Buds Pro 还有手机壳，我这边直接算4500卖掉。那假设你开卖当天又刚好有经过微风智慧馆的话，你应该都可以拿到排队的邮政礼金1000元。那这个等同于现金。那其实我个人是还蛮惊讶，因为我以为这个邮政礼金是在早上就会发完，结果发现根本就不用抢，下午经过也都还有。那再就是预购配件金1000元，这个我直接算你500元卖掉就好。然后再来就是如果你有参加到他们的直播活动的话，你是可以拿到一个筋膜枪，我自己用起来是觉得还蛮不错的。那这个我卖掉只算1500就好。然后最后一项就是刷卡回馈，就是如果你是用某几家的信用卡去分期的话，是可以拿到1000元的刷卡金。那这样扣起来的话，26,900元减4500减1000减500减1500再减1000，会变成18400元，硬生生比这一次新出的 iPhone SE 的19000便宜了600元。不过我必须告诉你说，参加预购活动其实是会蛮耗费你的时间和精力的。你要去研究各个活动的内容，要记得说什么时候要到什么地方，要做什么事情，你可能会觉得有点累，有点烦。但如果你都达成的话，你就可以用比 iPhone SE 更便宜的价格买到一台我认为近乎 iPhone 13 Pro 表现的手机，所以说就是还蛮值得的。好，然后最后就是购买建议的部分，我觉得这款手机目前的价格以这样算起来真的蛮亲民。但它又有着旗舰的质感、旗舰的拍照表现。那不论是拍照或使用体验上来讲，我觉得都是一款很好的安卓手机，都是在水准之上，是一款我可以很轻松推荐的手机啊。特别是如果你是想要小手机来讲的话，这款基本上如果你是安卓阵营的话，是选这款应该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可能会比较有问题的就是在续航力的部分，你可能要自己要斟酌一下。那也蛮多人在担心说 Android 的使用年限可能会不太够长，会不会旗舰款用不久这个问题。那其实这点我必须要讲说，其实不太需要担心的，因为你看我影片底下有多少 S10、Note 9、S8 的老用户，你就可以知道三星的手机其实是超级耐操的。那而且现在三星也保证手机一定会有4年的版本更新，4年的 Android 的版本更新。我个人觉得这其实蛮否的，所以我个人觉得，如果你的使用习惯够良好的话，这点是不太需要到特别担心的。然后按照往例，我也给这款手机一点点小建议，希望在下一代可以做更新。那首先第一个我最希望就是在下一款这种小型的手机，即使它的镜头规格、镜头数量没有达到像 Ultra 一样这么多，但是如果它保留下来的那3颗镜头，我希望它的硬体规格可以跟 Ultra 一样的猛烈。这样虽然说没有10倍的长焦，但可能至少在主镜头啊、超广角的表现会跟 Ultra 一样一致，这样在对于我们做选择的时候会更加简单。然后再就是这个3700毫安时的电量，我希望是可以恢复到4000毫安时啦。
然后在你拉高电量的同时，我也希望它的萤幕是可以达到 2K， 就从 1080p 升上去。那其实我要求，我个人觉得没有到太多啦，就是一些自己希望看到，这样我在选择手机的时候就不用再担心说可能哪边有差哪边有差，就是主要就是考量到手机的大小，还有电池的大小，大概就是这样，对啊，所以说我希望是可以达到这样子的状况在。好了，那就差不多就是这一款 S22小只的使用心得啦。那如果你喜欢这种使用心得的话，记得帮我点个喜欢。那如果想支持这个频道的话，也可以去成为我的频道会员，这样我可以有更多的资金去开箱各式各样我想要的东西，讲我想讲的话。记得订阅啊，分享我的频道。那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啦，悄悄，拜拜。